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从小到大我听过印象非常深刻的灵异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所分享的故事。那有的人会问说，怎么体育老师会讲这个灵异故事啊？那是因为呢，我记得以前呢，有一次要上体育课的时候，因为呢外面下起了非常大的大雨，所以呢我们全班没有办法到操场上课。所以呢，我们老师就带了我们全班去了一间新盖的类似舞蹈教室，就是地上呢都是木质地板，然后四面都是镜子。然后他当时呢就是叫我们就是进去那个教室，因为那个教室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大片很大的镜子，然后呢木质地板，因此大家呢也不知道要进去里面干嘛。所以呢，老师就叫我们这一班学生啊，就坐在这个木质地板上，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聊天。他当时就讲了一个他以前呢亲身经历的故事。他说呢，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以前他还在当学生哦，还没有出社会当老师的时候。他说当时他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是跟同学呢合住一间宿舍，所以呢他们每次如果有什么东西，他们都是要去宿舍外面买，然后买好之后呢再进去那个宿舍这样。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是晚上骑车出去采买的时候，结果回家经过一个路桥，他说呢他就发现呢在路桥前方就围集了一团人，然后呢不远处还可以听到那个偶一偶一，就是救护声的声音这样。他当时呢就是直觉说应该是有人发生车祸这样子。那因为这个老师他就觉得说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呢他也没有留下来就是凑热闹，他就是只有骑过去，然后就瞥了一眼这样子。他当时说呢，他只有看到呢旁边有那个支离破碎的摩托车，然后地板上呢就躺着一个人，他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他只有看到那个人躺在地上，然后盖着就是一片白布，然后他有看到有一个人的手就是露在那个白布外面这样。那因为匆匆一瞥嘛，也没有想怎样，就直接回到家了这样。然后他当时就回到宿舍哦，其实都没有发生什么事，都很正常。可是呢他说呢不知道怎样，他就是有时候梦里就会出现他跟一个莫名的女生约会的样子，就是情景这样。可是对面那个女生，她其实对那个女生就是模模糊糊的，然后醒来她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没有太大印象，甚至连那个长相都记不住这样。可是因为她也不觉得有什么样啊，所以呢她也就没把这件事情当成一回事。直到呢隔了几天之后，他的宿舍的室友，因为他们当时呢是2个人住在一间房间，然后那个室友就对着我们老师说呢，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然后这个体育老师他就想说为什么他的室友会这样问他，他就说没有啊，我压力一点都不大。然后怎么了吗？然后呢这个宿舍的舍友就跟他讲说，你应该是压力有点大，因为呢你晚上会梦游耶。然后我们这个老师就说怎么可能，他从小到大都没有梦游史，也没有梦游的病状，然后呢他们家族的人也从来没有人有梦游的这种病症出现，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梦游呢？他的室友就跟他讲说呢，真的你晚上会梦游，而且呢已经梦游好几天了。然后我们这个老师就说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梦游这样。然后这个室友就跟他讲说，反正你就是真的有梦游这样。然后因为当时的年代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说有手机啊相机啊这么方便就可以马上帮你拍下来或录影下来，根本没有。而且呢以前那个年代就是你要有照相机啊拍照啊，就是还要去洗照片，其实是一件有点奢侈的事情，更何况对那个时候的学生来讲。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跟他讲说，如果我真的有梦游的话，那下次我梦游的时候你就把我叫醒这样。
然后他的室友就说可以叫醒吗？因为听人家讲说呢，如果人家在梦游的时候，你不能去叫醒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啦，但是当时就是我们老师就说，以前的人就是有这个禁忌这样，所以他室友就说，真的可以把你叫醒吗？那不怕有什么禁忌吗？那我们那老师就说有什么禁忌？然后他这个同学就跟他讲说呢，因为听说呢，梦游的人，你在把他叫醒的时候，可能会吓到他的三魂七魄，那让他无法归位。我不太清楚，这是我们老师转述的这样。然后那个同学就说：“你确定可以叫吗？”然后我们这个老师就一直觉得是他这个同学在骗他，因为他身体很健康，也没有任何的梦游史，所以呢，他就说：“好啊，如果我下次真的梦游的话，那你就把我叫醒。”这样。结果呢，他就说他当天呢，就是又是睡觉，然后他也是就是睡，就梦到了一样跟一个女生在约会的情景这样。可是呢，没多久就开始天摇地动的这样，然后那个老师就吓到以为是地震，结果后来呢，他清醒的时候才发觉是他的室友在摇他，然后他当时呢就坐在他们宿舍前面的凉亭。我现在讲起来都鸡皮疙瘩。他就问室友说：“我怎么在这里？”然后那个室友就跟他讲说：“你又梦游了。”然后他就说：“我真的梦游吗？”他就说：“真的。”然后我们这个老师就看了他身上，他就只穿了一件那个就是平常在穿的汗衫，底下就穿了一件男生四角裤这样，都没有穿鞋子，就从他们的宿舍呢走到前面的这个凉亭坐着这样。然后那个室友就问他说：“你刚刚在干嘛？你知道吗？”这个老师就说他只记得他在睡觉，做了一个梦。他这个室友就听完之后就跟他讲说：“那你梦到什么？”然后我们这个老师就支支吾吾，因为不好意思讲说梦到他跟女生约会啊，他就一直支支吾吾说没什么这样。然后这个男生他的室友就跟他讲说：“你其实梦游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你已经好几天都在梦游了。那我都不敢叫醒你这样子。然后呢，你在梦游的时候，其实我有看了你几次，然后呢，你都会跑到这个凉亭这边，就自言自语的，好像在跟人家讲话一样。”然后这个老师就很不可置信的说：“你确定我在跟人家讲话吗？”然后这个室友就说：“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但是我就是看到你好像在跟人家就是讲话，然后就是比手画脚的这样子，就好像在跟人家对话的这种样子。”我们这个老师一听到就觉得很诡异啊，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个样子，他们家没有任何的梦游史，他也没有任何的身体不舒服的征兆这样。可是因为他同学已经这样子讲，所以我们这老师就觉得那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这样。因此呢，他就找了一天放假的时候就回到他家，然后他当时呢就跟他的妈妈讲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的妈妈一听到这件事情呢，就马上带他去一间宫庙。一进去那宫庙的时候，他就说那个师傅啊就看到我们老师，就跟他讲说：“你站在那边。”意思就是跟他讲说，叫他站在那个门口不准进来这样子。然后那个老师跟那个妈妈，他妈妈也吓了一跳，就想说发生什么事这样。那个里面的人就拿了一个香还是什么，就在他身上比划，然后才让他进来这样子，并且对我们老师说：“你知道你被跟了吗？”然后他一讲的时候，那个我们老师跟他妈妈就整个就吓一跳，就想说被跟了是发生什么事啊？因为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单纯这样。这个庙里的人就跟我们老师讲说：“你最近是有发生什么事吗？”你这老师就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啊。”然后这个庙里的人就跟他讲说：“那你有去就是参加人家葬礼吗？或者是有去到一些不干净的地方，例如海边啊、山上啊？”然后我们这个老师就说：“他最近都在准备考试，其实没有时间出去玩啊，然后他也没有去参加任何人的葬礼这样。”这个人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后面跟了一个女生吗？”然后他就说：“就一个女生，很年轻的女生，然后他就跟在你后面。他现在呢就在那个门外面这样。”然后我们那老师就往那个门一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道正常的门，什么都没有。他就说：“这个女生应该跟你不止一两天了吧？”
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可是他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怎么会这样？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讲说，你仔细想想看，有没有去哪边沾惹到什么这样子？然后这个老师就说没有啊。这个庙里的人就说好，那没关系，他还是帮他处理这样。结果那个庙里的人就拿香啊，然后就开始在他身上啊比划，然后又拿了一堆什么道具在他身上弄一弄这样。然后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忽然想到一件事，他就跟那个庙里的人说，好几天前他就是要回到宿舍的路上，有看到路上好像有发生车祸，可是他没有凑进去看呢。庙里的人就跟他讲说，那有可能就是这个车祸的死者就是跟到他。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他就说，可是我跟那个人又不认识，而且他也没有像其他人就凑热闹去看那为什么这个人会跟到他？然后这庙里的人就跟他讲说，并不是说你去凑热闹才会有机会跟上，而是你只要刚好频率对，或者是他觉得你跟他有缘，或者是他看上你了，他就有可能就是跟在你身旁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老师就觉得很恐怖啊，因为无缘无故身上就跟了一个人。然后这个庙里的人就跟他讲说，你跟你对你都没尴尬吗？然后那时候我们这个老师就说呢，没有啊，没有什么感觉啊，也没有什么状况。这个庙里的人就跟他说，那个情况嘛。然后我们老师在讲说，有啦，他好像在梦里有的时候梦里都会梦到有一个女生跟他约会。然后这个庙里的人就跟他讲，这个往生者看上你了这样子。然后当时呢，我们老师跟他妈妈一听就觉得很恐怖啊，因为他看上你就表示不是一件好事嘛。我们老师的妈妈就请那庙里的人一定要帮他解决啊，他就说那个我们老师还年轻啊，那将来就是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还没有结婚生小孩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个庙里人说，呵，你边还了这种些夸代志，我把你处理了呵啊。然后处理完之后，我们老师就说，从那一天起呢，他就再也没有梦到，就是梦过这种奇怪的梦这样子。后来呢，他也说晚上也没有发生梦游的状况。那为什么呢？我会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们这个老师呢，他是一个蛮严肃的体育老师，而且呢，他是那种就是不太会就是跟我们学生开玩笑的人。那因为那一天就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去室外上课，所以老师就带我们进那个室内教室里面。那因为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老师就讲了这个故事。那因为我刚刚说的那天因为是下大雨，所以呢外面天色就很暗，但是呢你可以透过那个玻璃窗就是看到那个天就是灰灰的。那因为室内呢也没有开灯，所以呢当我们老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中间就忽然有一个女生尖叫，她一尖叫旁边的女生也尖叫，然后我们就整个被吓到，包括我也被吓到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班有男生啊，我们班的男生就差点骂脏话就飙了。他没有被老师吓到，他是被女生的尖叫声吓到。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好，这是我们老师发生的事情。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哦。第二个故事呢，我之前在我的声波频道有跟那个粉丝说过这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哦，地点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发生在北宜公路。那北宜公路，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它是一条非常有名的特殊道路，因为很多人都说在那边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嘛。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我先讲这个故事呢，是很久以前，我忘记是哪一个节目啦，反正我记得是在一个灵异节目上有一个艺人分享的故事。他就说呢，就有一个男生因为某些原因，所以晚上必须开车经过北宜公路。那因为很多人就讲说北宜公路很阴啊，怎样怎样，可是因为非得要经过嘛，所以还是壮大的胆子开过那条路。他就是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音乐呢，然后就开进了这个北宜公路。结果呢开到一半，就发现呢在前面北宜公路的路上，竟然有两个小姐弟哦。那小姐弟就一看就知道差不多是国小的那种年纪，然后两个人就手牵手在路上走这样。那当时呢这个人因为心地还蛮善良，他就想说怎么晚上呢会有一对小姐弟呢走在这个
北宜公路上，这感觉就是怪怪的这样。可是他还是很好心的，就是开到了那2个小姐弟的身旁，停下车就说：“小朋友，你们怎么这么晚呢？还在这个路上呢？这样子闲走这样。”然后这2个小朋友就是一看就是很正常，就是真的是很正常的小朋友，国小的小朋友，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这样子，姐姐比较高这样。然后他就说：“你们2个怎么会在这边走？”然后这2个小姐弟就说：“他们就是半夜跑出来玩，这样结果跑太远了，他们现在要赶着回家。”这个男生他就觉得应该是正常的小孩吧。然后他就觉得这2个小朋友晚上在这边危险也很恐怖，那不如就是赶快帮小朋友就是送到他们家。然后他就说：“那你们知道你们家怎么走吗？”然后他就说：“知道啊，我们这是家，就是从这边怎么走，直接出去没多久就到我们家了这样。”然后当时这个男生本来是想说，那他们知道路就让他们自己回去就好了。可是后来想一想哦，2个小姐弟这样子走也很危险。那如果晚上呢，有的人就是开太快，没有看到这2个小姐弟，假如发生什么意外，自己良心也过意不去。因此呢，这个男生就非常的好心，就说：“那不然你们上我的车，我载你们回家这样。”然后当时这2个小姐弟就想说：“叔叔，你真的要载我们回家吗？”然后这个男生就说：“好啊，你们赶快上来，不然你们在这边也很危险。”然后这2个小姐弟呢就说：“好。”然后就真的开车门就上了他的车。就上了他的车呢，一路上因为他就是播音乐嘛，那这2个小姐弟就听到喜欢的歌，也会跟着哼哼唱唱，所以呢，这个男生就觉得就是正常的小孩，也没有想什么。然后当时呢，他们2个小姐弟就坐在后座，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叽叽呱啦，就是一路上就在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在聊天这样。然后这个男生只是觉得他们就是小朋友真的很吵这样。因为这个男生就想说呢，既然已经答应要送他们回家了，当然就是不能说你们很吵给我下车吧。他还是忍着他们的嘈杂叽里呱啦的讲话声，然后就是送他们回家。快到的时候，这2个小姐弟就刚好看到他的那个椅子上呢，就有一台那个相机，以前的傻瓜相机。那个傻瓜相机就是你一拍完之后，它就是会有相片跑出来，然后过没多久呢，你们的影像就会显现在上面这样子。然后因此呢，这个小姐弟就说：“叔叔，这是什么啊？”然后这个男生就说：“啊，这个是傻瓜相机。”然后那2个小姐弟就说：“怎样拍的会变傻瓜吗？”然后这个男生就说：“没有啦，他就是拍完之后会有照片洗出来。”然后这2个小姐弟就说：“那我们也要拍，我们也要拍。”因为以前比如像手机就拿起来就可以自拍，因此这2个小姐弟就对这个相机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当时这个男生就心里就 always 就想说，载你们回家就已经很好了，还要叫我让你们拍照这样，因为拍照其实要有那个底片嘛。但是因为这2个小姐弟就是一直很开心那边叽里呱啦，然后他又觉得说不要扫了小朋友的兴，因此呢他就说好，待会呢要到你们家的时候我们再拍。他就把这对小姐弟呢载到指定的地点之后，那个小姐弟就说：“那个叔叔，我们来拍照吧。”然后他就把车子停好之后呢，他就拿着傻瓜相机，就自己一手拿着相机，然后一手笔叶，然后2个小朋友就站在他的后面，就坐在他的后面，然后3个人就很开心的这样子耶这样。当时呢拍完之后呢，2个小姐弟就很开心，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把这个相片一拿出来一看，就是他跟那个小姐弟的合照这样，然后小姐弟也笑得很开心。然后这2个小姐弟就说：“那叔叔，我们到家了哦，那我们就要回家了哦。”那个男生就说：“好。”他就眼看着那2个小姐弟就走进了一个不知名的房子这样。然后这个男生呢，他当下也没有想什么，他只是觉得说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呢就这样子过了好几年，差不多10几年之后，然后这个男生有一次要搬家的时候，就在一次整理这个家务的当中，就整理东西的当中呢，就忽然看到那一台老旧的相机，然后跟一些那个旧照片这样，然后因此他就在整理那些照片。结果呢就发现了一件让他惊恐的事情，因为呢他就看到了他当时拍的那张照片，那张耶这样，然后后面2个小姐弟的照片。结果呢他竟然看到照片里面还是3个人，并不是像有人想说只有剩1个，不是，一样是3个人。但是可怕的是，那对小姐弟竟然在相片中长
大了，就是2个那个成年的人跟他的合照。然后他当时一看到这个相片，都吓死了。然后最后就是把这张照片就是拿去庙里，然后烧掉这样。那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很毛啊。其实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吧。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很毛。很毛的原因是因为，就代表那个2个小朋友，他们是灵魂住在这个相片里面，也就是他们跟这个人生活了10几年，很恐怖，对不对？你不觉得非常恐怖吗？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恐怖。但是呢，听那个艺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说这个男生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啦，只有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呢，是整个起鸡皮疙瘩的这样。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2个故事。那因为最近呢工作比较繁忙，所以呢我最近呢严重的烧瞎，所以要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也希望呢今天安排的故事大家会喜欢。再次呢谢谢大家的收看跟订阅。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也希望呢我们好心的朋友可以帮忙按下订阅，给佳佳一个鼓励跟支持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见咯，拜拜。